大家好，欢迎收看望桥湾频道。自从 macOS 系统问世以来到现在，它的高端时尚以及安全、简单易用，一直受到很多人的青睐。使用 Windows 和 Linux 系统的朋友，也有很多将 macOS 安装在自己的操作系统的虚拟机上。也有的不少失败的案例。现在我们就动手在 Win10系统用 VirtualBox 对 macOS Catalina 系统进行安装。我们首先打开 VirtualBox，然后选择专家模式，并且找到我的记事本。我们给这个虚拟机起一个名字，就叫 macOS Catalina ASO， 并且对一些配置进行修改之后以便使用。选择存储路径，我安装在 E 盘，并且修改内存的大小，尽量的让它大一点。接下来我们点创建，选择固定大小的硬盘，也可以让这个硬盘大小大一点，选择创建。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等待，直到它创建成功。这个上面已经显示了，大概需要耗时9分钟，也不太准确，因为它又显示14分钟。马上还剩3分钟、2分钟、30秒。好，创建成功。接下来我们对它进行一些系统的设置，选择系统，可以重新配置内存大小，去掉软盘、软区这个选项，选择芯片组。接下来设置处理器，选择4个处理器，然后再选择显存大小，将它扩大到128MB。
再选择显卡控制器，再配置存储，选择盘片，选择本地 ISO 正向文件。另外就是添加一个 boot image 文件，选择添加好 boot image 文件，可以选择 USB 设备 3.0， 选择 OK。这些配置也可以在操作之后再重新进行配置。接下来我们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PowerShell， 修改配置文件。我们切换到 VirtualBox 的路径，就是你本地 VirtualBox 的路径。我这是在一盘。接下来我们就一条一条的进行配置。Copy， 粘贴之后出错了，找不到这个文件，我们查看一下，手动输入VirtualBox Manager 点 exe， 将后边的命令重新进行复制粘贴。如果是 Linux 系统的朋友，前面需要加速度，命令的前面需要加速度。我们再复制第二条，接着第三条，复制粘贴回车。接着我们再运行第四条，复制粘贴，按下回车键。接着我们再运行第五条，复制粘贴，按下回车键。接下来我们运行第六条，复制回车，这样就配置好了。我
们启动。现在系统开始在慢慢启动。这个屏幕后边需要进行适配，现在大家不需要着急。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有点长，这个也是需要看你电脑的配置性能。现在进入了苹果系统的正式画面，显示出了它的 logo， 马上就会进入正式安装程序。我们可以选择共享粘贴板和拖放。接下来我们对语言进行设置。我们修改一下网络，选择桥接网卡，点 OK。我选择简体中文，我的母语。继续。大家先不要着急点击安装 macOS 这个选项，我们选择磁盘工具，选择最上边的这一项 VBox Hard Disk Media， 将它的所有内容抹掉，起一个名字。macOS Catalina， 抹掉，这样就完成，并点击完成按钮，关掉这个页面。我们选择安装 macOS，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 macOS Catalina 的图片，点击继续，选择同意，选择 macOS Catalina 硬盘，选择安装，显示剩余大约3分钟、4分钟、5分钟，完成。系统现在进入重启状态。接下来我们强制退出，然后我们对虚拟机进行重新设置，选择第2块网卡，并找到存储，删掉 Catalina OS 镜像文件，点 OK。
并重新启动 macOS Catalina。接下来系统进行重启，这个也会花费大家一点时间，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接下来系统进入了苹果的界面，马上开始，欢迎使用。我们首先配置一下本地的语言，我选择中文，拖到下边看一下，中国大陆，点继续，继续，继续，继续。大家可以输入自己的 APP ID、Apple ID， 设置密码，点继续。发生了未知错误，这个也不要紧，我们可以选择稍后设置，点同意。输入自己的账号配置，全名以及密码。确认密码，点继续。快捷设置，点继续，继续，同样继续。选择以后，点继续。选取电脑的外观，点继续。然后现在电脑就在慢慢的进行设置。现在我们进入到了 macOS Catalina 的正式用户界面，然后对键盘进行识别，识别完成。我们找到 macOS Catalina 的终端，点击它，看一下这个效果。ls 查看当前目录的文件 cd gwd 查看当前路径，还是比较流畅的，也是好用的。关掉它，看一下文件夹，
关掉它。在程序坞中移除，继续移除，移除信息都是好用的。我们安装一下增强功能，看一下，显示未能插入磁盘文件，这个也不要紧，我们可以通过配置，通过命令对它进行设置。我们查看主机的分辨率1920×1080，然后打开 PowerShell， 并且修改它的分辨率。VBox Manager， 然后粘贴命令。1920×1080就是你主机的分辨率，这个你需要修改成你自己的分辨率。点回车。接下来我们重启 macOS。这次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我们进入到了这个用户界面，输入密码，也看到了3个按钮，启动成功，但是这个没有实现效果，而且也不能自动调节这个用户界面大小。接下来我们关掉这个虚拟机，看一下，关机，将虚拟机关掉。我们重启这个虚拟机，再看一下。这时候大家就看到了命令起作用了。所以大家在运行完设置分辨率之后，需要关掉虚拟机，然后进行重启，这样它才会产生效果。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用户界面，输入密码。计算机进入了 macOS 系统，也如愿以偿的进行了自动扩展。我们打开 App Store， 搜索Xcode，然后点击 Get， 输入 Apple ID， 登录，输入密码，
点击登录按钮，开始等待Xcode下载完毕。现在Xcode已经下载好了，我们退出 App Store，然后找到Xcode，并且打开它。同意，输入密码。Xcode开始安装组件，这个也会花费大家一点时间。安装完毕。Xcode启动成功。我们创建一个新的Xcode项目 ，Single View App Next， 输入项目名称，输入组织者标识，选择 Next 按钮。在 Mac 上创建 Git 仓库源，这样一个项目就创建好了。我们打开终端，查看 IP 地址，获取到 IP 地址192.168.3.26。切换最大化，找到 PowerShell， 我们连接 VirtualBox 里的 macOS Catalina， 输入 SSH 192.168.3.26， 输入密码，连接成功。LSPWD CD Desktop 进入到它的桌面 LS， 看到了刚才创建的 Test 项目，连接成功。这样，这个 macOS Catalina 在 Win10上用 VirtualBox 进行安装，就完美的完成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就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按下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谢谢。